你还是没有说服我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焦恩这样的客户？他人品有问题。人品有问题不是理由。存在利益冲突。跟谁？我。林小玲，开门！你怎么不开门啊你？你怎么了？焦恩老师，回来了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，我们不应该跟这样的人合作。是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？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受到什么惩罚？如果我按照你说的做，受到惩罚的是我们。我们要签的是柯东，而焦恩是柯东的首席法务官。我们不签对他没有任何损失，他马上可以成为别的律所的座上宾，而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却丢了一个大客户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罗老师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。我每天坐在您的办公室门口，我看着他以一个大客户的身份在那里进进出出。那你可以辞职啊，你为什么不辞职呢？你不就想躲他一辈子吗？我只是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不想见到这个人就是在躲。你从上大学到现在一直在躲，你想躲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当时21岁，21岁我真的不知道我除了躲我还能干什么。我现在已经可以面对他了，所以，我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我才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，焦恩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然后呢？我知道，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律所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危机。其实我这2天我一直在犹豫，我要不要把这个话跟你说。我知道一个大客户对我们来律所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所以你以为你跟我说了，我就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？给焦恩打个电话说，对不起，像你这种人渣，我们是不会跟你合作的，是吗？你太幼稚了吧？你多大了？如果你刚来律所，我还可以理解。现在呢？你的成长在哪儿？你以为这样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答应你。不要在我这儿哭好吗？而焦恩是柯东的首席法务官，我们不签对他没有任何损失，他马上可以成为别的律所的座上宾，而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却丢了一个大客户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罗老师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。
黛西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问了孟小雨，我和她没有什么联系啊。她有你的微信，她看了你的朋友圈，你们还有共同的好友。我看了好多年心理医生，医生建议我放下。我们的医生好像不大一样。你的医生建议你什么？面对。那要不要我介绍我的医生给你？不用，我的医生是最好的。是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要不要帮你打听打听？自己才是最好的心理医生。黛西，我知道你怨恨我，我也想过去找你道歉，但是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我的道歉，所以我就想，我还是放过我自己好了。人这一辈子，总有些人是他对不起你，有些人是你对不起他。小林，你怎么样？交男朋友了吗？我今天过来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好啊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帮得上的。我现在在一个律所上班。我知道，全景。你放心啊，你的事我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。真的有人神神秘秘地问过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背景，交了什么有权有势的男朋友，才提前结束的学业，我都不置可否。你让我帮你任何事都行，除了教恩。你真的没有必要躲着他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去面对他，现在已经不能把你怎么样了，你没有必要去怕他。我帮不了你，你只需要把他当年发给你的那些露骨的短信还有语音，就是你之前让我看过听过的那些给我就可以了。我删了，我帮你导出来过，导出来的在法律上也不能成为证据。我们可以申请鉴定。黛西，真的放下吧。我们还年轻，未来还有那么多好的时光，干嘛非要纠缠在这一件破事上呢？你当年孤立无援，没有人相信你的时候，我从来都没有劝过你要放下吧。我现在有家有孩子，我的老公非常爱我，我真的不想惹事儿。对不起，帮不了你，请你理解我。宝宝，宝宝，过来喝水啦！